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未来，我是 Grace。在这个平台，我会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个人成长、个人提高、积极心理学、潜意识等方面的知识方法，希望能够通过帮助大家转变自己的 mindset， 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扩展自己的意识，从而呢去创造一个你想要的梦想生活。那前几期的影片一直在跟大家说如何去运用潜意识，所以很多朋友都意识到了如何去影响我们的潜意识是有多么的重要。比如说我之前提到过的关于如何去观想，如何去自我肯定 affirmation 去影响你自己的潜意识，那这一部分已经得到了大家的重视。那今天我要强调的呢是另一个方面，我之前也就是短暂的提到过，我觉得这个方面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你需要去控制你自己的思想，你要去看到你每天究竟在想些什么，从而呢让你自己日常的这些思想不要去违背你自己给你的潜意识下的指令。这就好比，因为比如说我们要说观想啦，或者是 affirmation， 那其实在一天当中呢，你可能会花费几十分钟，或者是多到1个小时的时间去进行你的观想也好，或者是进行自我肯定也好，或者是去书写的方式也好。那大部分的时间呢，你还是要处于你日常的生活中，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去发现，你要去关注你自己的思想，你要意识到在这一个非常长的这段时间里，你不能够让你自己日常的思维呢去违背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潜意识曾经下过的指令，这样呢两者可能就会起到一个抵消的作用。那今天的这期影片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去在日常的生活中察觉到去控制你自己的思想，以及我自己通过如何转变了我自己的思想，让别人尽快还了我钱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都在说啊，我很想要创造一个我想要的未来，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分清你想要去创造一个你想要的未来和你正在抵触你不想要的现在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聚焦呢放在你当下你不想要的事情上，因为你的聚焦在哪里，这个东西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你会吸引到越来越多类似的东西来到你的生命里。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起晚了，你非常恼怒，因为你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早会，但是你起晚了，你就很恼怒自己，很悔恨自己，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情绪，你就关注在了你起晚了这件事情上，结果呢就导致于你下楼的时候可能就忘带车钥匙了，这样就让你更晚，结果路上还遇到了塞车，等你到了公司，然后正好别的同事都已经坐在了会议室，你迎面就碰见了大老板，然后被训了一顿。那这一系列的环节看似好像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但其实呢这之间呢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的。那说到有意识的创造呢，我就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关注点、自己的聚焦放在你究竟想要什么，你究竟想创造什么，而不是说我现在不喜欢这个人啦，不喜欢这个地方啦，我不喜欢这个啦，不喜欢那个了。你的聚焦呢首先要改变。其实呢今天在跟大家举这个早起的例子，并不是想简单的提醒大家一个聚焦的问题，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对于你早起以后发生就没有早起，结果起晚了之后发生这一系列事情，你要看到这个源头在哪里。这个源头的思想是你起晚了，然后你产生了这种很不好的情绪，很懊恼的情绪。那我们之所以说有时候说要察觉，你到底要察觉什么呀？你要察觉就是这一个源头情绪、源头思想产生的时刻。当往往这种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一开始意识到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这样你才能够做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选择，去以一种以往不同的思维模式去看待这件事情。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最大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已经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了。你越是抗拒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就越会产生更多的懊恼也好，各种负面的情绪。当你起晚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
并不是因为你起晚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之后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而是对于这个起晚这个事情最初的一个反应，最初的看法产生了这种负面的情绪，而你没有及时的察觉到这种情绪，你让你之后的选择、之后的行动、之后的想法都随着这个情绪跑了。你的脑海中就像一个 monkey mind 一样，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猴子思想，就是上蹿下跳，你完全不掌控你的思想，你跟着你的思想跑了，这个时候你就丧失了对局面的掌控感。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或者是任何事情导致了后面你不想要看到的结果，而是对于你对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反应决定了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如果在这一个当下你能够给出一个不一样的反应、不一样的想法，你就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情绪，那之后的事情就完全会朝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经常说你要察觉，你到底要察觉什么？你就是要察觉到这样的时刻，你不要去抵触任何你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情。当然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不想要，这是我们的一个惯性反应。但是你一定要意识到，你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能做的就是首先你要去接受它，然后再进行改变。如果你不接受它的话，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你持续抵抗的，你持续抵触的，它都会持续的存在于你的生活中。我们也提到过要活在当下呀，去察觉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啊，这样听起来说起来都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空的事情。那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在日常生活中你去察觉当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那下面呢，我就想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是一个关于还钱的例子。就是之前嘛，我读 Neville Goddard 的一本书里，就是读到了一个例子，是说如何通过潜意识让一个欠了他很久钱的人终于还钱了。那我读到了这一个例子以后呢，我就突然想了一下我自己，我发现，我好像也有朋友借了我钱，好像也好几年没有还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去用这个方法去让他还钱给我？那首先，其实我读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首先的一个疑惑就是，我们往往认为啊，潜意识你都是作用于自己身上的。那我就在想，人与人之间如果是分离的话，那我作用于我自己身上，我不管是作用于我的潜意识也好，明意意识也好，我如何的去影响别人，我是怀有疑虑的。所以呢，我也想说，那我来试试看吧，我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我自己转变我自己的想法，从而让事情朝一个不同的方向去发生。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还钱这件事情呢？这和我们刚才的察觉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我在运用潜意识的这个过程中，我去意识到了，我通过对于我借钱给他的这个人以及这件事情的想法，我发生了一个转变。我觉得呢，这就是我察觉到了我之前的一些对于这件事情存在着一些阻碍性的思维，或者是一些很负面的思维，我察觉到了这一点，然后我转变了这种想法，从而呢让一件好几年都没有解决的事情就这样顺利的解决了。他书里面提到的例子呢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呢借了他朋友一些钱，这个朋友啊就是当初借钱的时候答应的好好的，说下个月还，结果到了下个月呢又说下个月还，就这样一直拖了下去。那他对于这件事情肯定就是内心很不舒服嘛，他就产生了一种惯性的思维，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不讲信用，你就不想还我钱啦什么的。但是因为他也跟随 Neville Goddard 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在这个当下呢抓住了他自己的这种惯性的思维，他就问自己，我对于朋友这个负面的看法能不能够，就这种看法这种想象是不是我想要的结局？他的答案是不是啊，我想让他还钱。那他就告诉自己，如果我要对我自己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负全责的话，我也要对我的想象负全责。我对对方这种非常消极负面的想法，是不是我自己阻碍了我朋友的还钱能力？这一点就也有一点像皮格马利翁效应，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
大家都去上一样的课，对吧？比如说一个老师就跟你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课可以学得特别好，结果你在这个科系上呢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突出。倒不是说你比别人有天赋，而是说这个老师对你不一样的眼光啊，不一样的期待啊，从而改变了你在这个课上的表现。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在心里只是有时候可能会私下里想一下，这个人他可能不会还钱给我啦，或者是对他有一些看法，我又没有当面告诉他，他怎么知道我对他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呢？这就好像你不喜欢一个人，你需要当面告诉他你不喜欢他吗？不管是直觉也好，或者是感觉也好，别人都知道你不喜欢他。总而言之呢，这位女士呢，她就决定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对对方的这种负面的想法，我就要去想象他是有能力还我钱的，他是很乐意还我钱的，并且是能够把这个钱还给我的。那我自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那我也有点兴奋，就是因为我也有朋友欠我钱嘛，然后我就说，那我不妨就来效仿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想象我的朋友，他也很开心的把钱还给了我，说最近收入不错这个样子，不好意思耽误了这么多时间，然后就把钱一次性的还给了我。那我几天之后呢，这个 N 久没有联系过我的朋友突然联系我了，而且一次性的把钱还给我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跟我说，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的朋友和你的朋友不一样，借我钱的朋友那就是一个无赖呀，他肯定不会还我钱的。那这里我就又想说，打住，我刚才说的什么？要察觉到你自己的念头，就是用我刚才的那句话来提醒一下自己，你认不认为是你自己的想象，你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期待限制住了你朋友的还钱能力呢？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了我很多年前工作过的一家公司里面做财务的一位大姐。那这位大姐啊，是因为当时那家公司也比较大，然后呢有很多的部门，他们都需要去找财务去报销啊、走流程之类的，可想而知呢，就财务非常繁忙，他们的心情可能也就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其中呢，财务部就有一位大姐，是以刁难各个部门非常出名的，就可能会说啊，你这个格式写的不好啊，或者是你这个签字签的和上次不一样啊，就是尽可能的不让大家顺利的走完财务流程。那可能各个部门都有一些朋友同事啊，都很生这位大姐的气啊，大家就会说，对吧？你财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一个后台部门，就应该支持我们前台业务部门呐，你怎么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卡大家呀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多人对他都非常有意见。但因为当时呢，我是一个新人，我刚来到这个公司，我其实对同事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我反而对这位大姐呢没有什么刻板印象。就是大家这种对他的这种刻板印象我不存在，所以呢，每次我去找他的时候呢，我都没有觉得会去走流程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每次呢，我都是挺高高兴兴的去，然后还会跟他聊聊天呢，因为我也觉得你坐在那里天天帮别人理这些单据，当然是很无聊啊，然后可能心情也不太好呀，所以我非常同理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同理心在的，所以我每次呢，我都会去跟他聊一下天呐，或者是，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的态度都是非常好的，而他呢，也从来没有为难过我这一个新人，以至于后来我们部门的都发现我的财务流程就走起来特别快，然后大家呢都会让我去统一的去帮我们的部门去走这个财务流程。那我说到这儿呢，就是想说，其实啊，一个人他不管这个人再刻薄，他不是对每一个人都会展现出他很刻薄的一面。有时候你对他的想法，你对他的情绪，你对他的反应，会决定他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或者是他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和结果。就好像是，不管是再无赖或者什么欠你钱的那个朋友啊，他也可能还了别人的钱，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还你的钱。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真正的对自己的世界负起全责来，不要用一个消极的眼光去看待任何人任何事，
这样你才是真正的把握住了你生活的主动权。那今天的影片呢，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有人欠了你的钱的话，大家就赶快去试一下吧，扭转一下对他的想法，看看他会不会很快的把钱还回来。有没有拿回你的钱呢？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告诉我结果。我们下期见 ，Take care， 拜拜。